健康长寿，永葆青春是每个现代人所要追求的梦想。因为健康带来幸福，疾病使人痛苦，只有失去健康的人才真正了解到健康的可贵。有句谚语说，肝好，人生是彩色的；肝不好，人生是黑白的。这句话不仅针对肝病，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的疾病。现代人都有预防胜于治疗的保健观念，所以许多人借着运动，注重营养均衡，吃些综合维他命等保健食品来提高免疫力，预防疾病的发生。有些人认为西医保健的方法仍然不够，再多服用中药来补养身体。其实吃补品的效果是相当有限，如果选用不恰当，还会有反效果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要吃多了会伤害身体，而且又要花费许多金钱。有没有不花钱不吃药就能养生保健的方法呢？有一项法宝是我们本身都具备，老祖宗也留下来如何使用该法宝的方法，只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使用。一、元神，护卫生命的能力最强。人是天地和气所产生的，要养生，必须先认识生命的内涵。道医对生命的认识与西医有相当大的不同。西医认为人的生成是父亲的精子与母亲的卵子结合成受精卵，然后形成胚胎，在母亲的子宫里生长，怀胎10月，咕咕落地。道医的《黄帝内经》认为人是天地和气所产生的，天属于无形，地属于有形，所以人生命的组成中就包含天的成分与地的成分。地的成分是人后天所产生有形的身体，这部分与西医相同，包括五脏、六腑、四肢、百骸。天的成分是人先天所产生无形的成分，这部分是西医无法研究的，包括神、魂、魄、气、命门、三焦。道医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3个成分就是精、气、神，合成为生命三宝。精是有形的，属分子层次，是人体的精华物质，包括阴茎与血液。气是无形的，相当于能量，是生命活动的来源。神是无形的，就是元神，是生命真正的主宰。精气神为什么称为三宝？有什么价值呢？因为生命三宝可形成多层保护屏障，护卫生命。精的护卫能力相当于西医免疫系统，直接消灭入侵者，和神经与内分泌系统，调节体内环境。气在体内不断的循环，也在体表形成强大的防护层，抵御外邪的入侵。神的构成粒子最小，能量最强，护卫生命的能力也最强。《黄帝内经》的讲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也说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，阐明了正气与邪气的关系。如果人体正气强大，外邪是不能侵入的。外邪之所以能侵犯人体，是因为正气的虚弱。
元神才是生命真正的主宰，也是生命三宝精气神中能量最高位，护卫生命的功能最强。为什么说西医保健的方法不足呢？因为它只能借助运动与营养来增强精的护卫能力，而气与神因为是无形，所以西医无法研究，也无法保养。其实中医养生的最高价值就在保养气与神。气在体内不断的循环，在体表与体内形成强大的防护层，尤其是元神的构成粒子最小，能量最大，护卫生命的能力最强。二，重视道德，提升元神能量。5000年前，《黄帝内经》就提出最高圣人的养生之道，说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。也就是说，要能够清心寡欲，看淡名利，不受外物的引诱，达到虚无的境界，如此才能养护生命三宝精。气神当然要达到恬淡虚无不容易做到，但是《黄帝内经》揭示一项真理：养生要重德，重视道德包含，做事要认真负责，做人要真心诚实，心态要保持慈善祥和，要有恒心毅力大人之心。为什么重视道德就能够养生呢？这说到生命非常关键的部分。因为人的元神来源于神的世界，所以人的元神跟神一样，是神圣、纯真、善良的，这是人的先天的我。人同时还存在后天的我，是人在后天所形成不好的思想，是自私不善的，就是这些自私不善的思想隐蔽善良的元神，使元神无法发挥强大护卫生命的能力。如果能重视道德，去掉人不好的心思想，例如自私心、害人之心、争斗心等，就能显现出元神强大护卫生命的威力。所以唐朝大医学家孙思邈在其作《千金药方》中说，养生在于德行，德行兼备，虽不吃药也可以长寿，德行不足，虽服玉液金丹、仙丹也不能延寿。每个人都具备元神，这项护卫生命能力最强的法宝，要发挥法宝的强大威力，就必须重视道德。这也是《黄帝内经》揭示我们健康长寿、永葆青春的秘诀。在中医里，人的神分两种，即元神和食神，一个是先天，一个是后天。元神是灵光，食神是通过后天教育和训练强化发展出来的，即主观意识、根治、意义、思虑是一个意思。后天的食神过强，先天的元神就会弱，这是现代人最主要的致病因素。南华真经附末曰：盖人有元神，有食神。元神则虚静恬淡，寂寞无为，乃本然之性；食神则渐进生情，谈着其事，气质之性也。食神形成于后天，
以血脉之心为物质基础，源于心而发于脑，其性属阳，缥缈多欲，显明于外，有迹可循，主宰思维意识，是生命活动的外在行为表现。元神形成于先天，以元精元气为物质基础，根于肾命而发于脑，其性属阴，空明既定，是生命活动的自我调控中枢，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，主宰生命基本活动，总统生理和心理活动的相对稳定。肾主元神，明代内单数著作《性命归旨全书》记，父母构经之后，一点灵光，原以太虚中来者，我之元神也。这正是灵枢本神，所谓生之来谓之精，两精相搏谓之神的元神。至此，道教元神与中医元神之意相合。元神是以父母之精化生的元精为物质基础，成于胚胎成型之后至婴儿状态，未受后天环境所染，独立于人的情感意志而存在，无思无虑，虚灵不昧，无有任何杂念，律动宾云，先天灵性者，俱从虚空中来，遂为无命元神。元神是生命活动的内在神机，主宰生存繁衍等满足生命本质需求的最低层次的生理活动。肾为封藏之本，精之处，藏精主水，藏先天之精主生殖，藏后天之精主生存。命门其气与肾通，命门火是寓于肾经中的阳气，是以把命门与肾的功能合二为一。元精封藏于肾命，化髓充脑，为元神化生之本源及物质基础，故肾命是元神气化之所，神机化生之处，是人身之太极，是生命之本源，主宰人体生存繁衍等生命基本活动，包含了西医的所有植物神经系统中枢的概念。心主食神，食神源于心而发于脑，主宰并体现于后天行为意识，包括自我调控、心理精神及一切外显的高级生命活动。道教认为食神是人类个体认识外部世界、操控自身行为的意识体。唐末高道杜光庭认为，食神者，为心所任，谋乱而不敬也。太乙金华宗旨载，一灵真性，既落乾宫，便分魂魄，魄阴也，沉着之气也，赋予有形之凡心，一切好色动气皆魄之所为，即食神也。还知只食神则居下心，下敏泄肉心。一灵真性是元神，元神落人头部乾宫以后，进一步产生为食神。食神是后天形成的，以元神为本源，以血脉之心为物质基础的一切思维、意识、精神活动，食神主外而智慧出，有思有虑，灵而不虚，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显明于外，其作用在于感知客观事物后产生思维意识和表现于外的生命活动。所以任物者谓之心，心有所意谓之意，
意之所存谓之志，因之而存变谓之思，因思而远目谓之虑，因虑而处物谓之志。意、志、思、虑、知，均源于心血，为识神所主。现代科学认为，识神是大脑皮层额叶的意识中枢体现，关系后天生命活动的感应认知过程和外在表现。元神与识神协调工作，元神与识神各有其功能，且名中都有神字，两者功能必有协调。如何协调呢？先从离卦说起。离卦与心相配，属火，元神属水，识神属火。那是否离卦只能说明识神，不能说明元神呢？其实不然，卦由爻组成，爻本身就有其独立性，卦可以整体看，也可以拆开来看。离卦整体属火，代表识神确实更合适，但如果拆开来看，则另有乾坤。离卦外在的阳爻代表火，为识神；内里的阴爻代表水，为元神。离卦的本相是符合元神与识神关系的。元神无思无虑，自然虚灵，不显山不露水地发挥着自然调节人体生命的作用。元神将灵之介与识神为用，是识神的内在根基。元神主要表现为神之清，有内涵而低调，深藏于内，为离卦中的阴爻。识神有思有虑，灵而不虚，主精神意识思维活动，主要表现为神之明，且易动难静，难收难治，七情六欲由它而生。识神显于外，为离卦外的阳爻。元神是识神之主。讲到周易的卦爻，有个重要的概念，关于一卦之主的说法。什么是卦主呢？从统治角度看，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，类似于物以稀为贵。按此原理，一卦之中，从阴阳的角度，偏少的那个爻就更容易成为一卦之主。比如离卦有三爻，其中两个阳爻，一个阴爻，所以那一个阴爻更可能是一卦之主。心配离卦，离卦的卦主就应该是里面的阴爻元神。元神虽然隐藏在内，但因主宰全身，作用更重要。以李真传就说，离为火，属阳，气也，而真阴即焉，在人为心，一点真阴，藏于二阳之中，居于正南之位，有人君之相，为12官之尊，万神之载，人身之主也。故曰心藏神。识神过强的危害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云，法于阴阳，合于术数，食饮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不忘作劳，故能行于神居，而尽终其天年。然而今时之人，内有倦目之类，外有身患之形，识神总处于亢奋过用的状态，这就会治病。在机体生长壮老的过程中，
元神的含藏量逐渐减少，食神的发用逐渐强大。这本是生命的自然规律，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和发展，人们接受外界信息太多，思想碰撞愈发激烈，食神发用过多，甚至失控妄作。若不注意收敛食神，涵养元神，元神会因食神妄作而愈加幽微不清，即志性张而元性微，出现交互相守，此即心肾不交，水火不济，思虑过重或欲壑难填，所求不遂，则食神过用，后果就是肝肾真阴被浊，阴不足而火欲炽，则身心受损。最常见的就是失眠、神不守舍，甚者出现心身疾病。什么样的人容易食神过用？聪明人，越聪明的人越容易过用食神。为什么？第一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聪明人往往担负较重的责任，思考的东西也比旁人多。第二，聪明人往往有个习惯，总是一刻不停地在思考，似乎觉得自己的脑袋一旦停转了，小到某个领域，大到整个地球，可能都会跟着停转。别忘了，食神过用，日显则月隐，元神对生命活动的主宰和调节作用被干扰，容易造成各种功能的失调。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名人得了不太好的疾病之后，常会问为什么是我。当然，得了不太好的疾病原因很多，但食神过用干扰了元神的自调节作用，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这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现象之一。元神代表身体的神奇自愈能力，如果留心下，也许会注意到一些小灾小病有时不需吃药，睡一觉也就好了。为什么？这里除了身体得到休息之外，睡觉的时段基本上是元神主事，自我修复功能要优于食神主事的白天。还有经验的医生一般都有这样的临床经验，小儿的病如果辨证论治正确，一般会好得比成人快。为什么？一般的说法是小儿脏气清灵，随波随应，这种解释有道理，但未及根本。脏气为什么清灵？根本是神清则气清。小儿所受教育不多，社会经验也不丰富，食神还未全面启动，仍以元神主事为常。一般而言，他们的自调控复偿能力就会比较强。还有一个比喻，当一台电脑出了故障，左杀毒右杀毒，左弄右弄，就是搞不定的时候，有时候关机重启，可能问题就解决了。关了机，电脑的自修复能力就发挥作用了，类似于元神的自调节。按照这个道理去推，就很容易明白元神在养生学上的重要意义了。养神的重心不是养食神，而是养元神。如何养？《黄帝内经》里说，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很熟悉的条文吧？恬淡虚无，精神内守状态，
本质上就是元神主事的状态，但要注意，这里的恬淡虚无4个字，不要简单的当做一个词来解。恬、淡、虚、无，代表的是4个不同层次。恬，恬然，心态放松，很舒服，有时躺在沙发听听音乐也能做到。淡，单薄，看清。虚，神马都是浮云。无，完全放下，放空。之前谈过一个理念，叫做神欲气，气欲行。现在当你恬、淡、虚、无，一层一层往身里放空，实际是让元神越来越清净。元神一清净，气的运行就处于最自然、最合理、最有序的状态，就是真气从之。再进一步，气行则血行，气行则水行。当一气周流，人体的所有功能运作也处在最合理、最有序的状态。精神内守是让元神的自调节能力发挥到最大，处在最合理、最有序的状态。这时候怎么还可能生病呢？不妨反思下自己。先不说虚无这2个字，就是恬淡2字，一天之中我们有多少时间能做到？工作学习、供房供车、炒股等等，精神完全外放了，神外跃，真气也随之外跃。耗散，现代人真正身心健康的能有多少？养生者必须顾护元神，以元神摄食神，调神以养生，更契合中医治未病思想。通过顾护元神，巩固元神对食神的主导、调摄作用，使人体活动按照生命固有规律运行，才能健康长寿。在道家养生学看来，元神是神的本体状态、虚静状态、本然状态，就像平静的大海一样。食神是神的纷乱状态，去食神的方法主要是虚静，去除妄念。在打坐的时候无欲无念，道家一直强调虚静。老子说致虚极，守静笃。庄子也说夫虚静恬淡，寂寞无为者，万物之本也。都强调虚静无为。庄子还提出心斋、坐忘等并除欲念的方法。后世的道教内丹养生学承继道家的传统，认为若求长生，必须找回元神。金丹400字序极有名言：练神者，练元神，非心意念虑之神。要得元神，必去食神的尘封遮蔽。同时认为这个过程不是一蹴即就的，会有一个练习的过程。由于元神被食神所遮蔽，就像明镜为尘垢酒封，所以要勤加磨洗。在找寻元神的时候，要平心静气。最关键的是，修炼之时需要无念，无恶念亦无善念，无忧虑也无思想。食神不死，元神不出，如此才可能使食神退位，元神出现。中医大家张锡纯对此也有阐述。他说：余生平访道，
性欲良师益友只是法门，而生平得力之处，不敢自秘。夫静坐之功，当凝神入气血，人之所共之也。然所谓神者，实有元神、识神之别。静坐者，当其凝神入气血时，宜用脑中之元神，不宜用心中之识神。元神者，脑中无念之正觉也。他特别强调，识神是从心中发出来的。凝神修炼时要用脑中元神，不用心中识神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睡觉不是元神主事吗？为什么要入静？因为睡觉还会做梦，仍有识神残留，而入静以一念代万念，水平高的甚至一念不起。这个时候元神完全主事，人就处在最放松、最自然、最协调状态，自调节能力就能发挥到自身极致。讲白了，是以不控制达到对自己身体的完美控制。这种放之又放，松之又松，虚之又虚，静之又静，空之又空的状态，你体会过吗？如果没有，何妨放下手边事，现在就试一试。香为旺，性为正，阴阳一动一静，动者周游不止，是为意；静者为根本，是源头。人在出生时，也是有这一阴一阳的二神入住，阴神落入肉心，现代被称为脑；阳神落入天心，古人称为真心。肉心为识神的居所，天心就是元神的居所。元神并没有在肉身上有固定的位置，姑且就认为是在灵台方寸间。真心识神产生这副肉身，肉身就是识神的形体。识神本是我们进化来的一个辅助者，是我们的得力干将，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复杂的事情，让元神休息。毕竟所有事情都要元神的灵光一闪，那真的会很耗神。但是识神在得到重用之后，会开始产生自我意识，并开始谋朝篡位，遮蔽住元神的真灵本性，自己称王称霸。识神有形体，有得失心，有欲望和恐惧，人也随之而此起彼伏，难以安静下来。加上后天的不断学习巩固，会让识神的地位更加牢固。除了一些心性极为强大的人之外，大部分人的元神都被识神遮蔽得死死的。但是当我们专注在一件事的时候，忘记了识神，会有一瞬间灵感爆发。那灵感是元神带来的，也是心死神活的演绎。所谓心死神活，心死不是心枯槁，而是心专注不动。正所谓志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当你足够专注的时候，心都在一处，死在那里了，神就活了。做事如有神助，西方人叫这种状态为心流，其实没那么复杂，就是元神主事，效率提高了。元神是什么？元神就是那个无时无刻不在的觉。我们能感觉到自己在思考，感觉到自己的念头，感觉到自己的思维和情绪，这个觉一直都在，这就是元神。
那你说元神不累吗？其实并不累，因为元神不动，如同镜子一样，物来皆照。食神会累，需要睡觉，等食神睡觉的时候，元神没了束缚，就会偷偷跑出去，一瞬千里，遨游太虚，古往今来皆可便利。所以我们有人做梦会梦到一些超现实的东西，梦到未来，梦到过去，梦到种种意象。托梦也成了一种最简单的实现方式。食神这么压制元神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让元神脱离食神的束缚呢？我们有什么办法才可以让自己的元神超脱出来？其实古人一直在想办法。古人认识到心死神活之后，就沿着这条路不断摸索，就好像让鱼找到水一样，静下来，静到极致。这也是儒道释都讲静坐的缘故。王阳明讲静坐，曾国藩讲静坐，道家讲打坐、站桩，禅宗更是要求坐禅，佛家就更不必说了。普通人不懂，以为这些人在偷懒，在欺骗自己，在冥想，在逃遁之类。其实只有理解前面的食神元神理论，才能领会打坐的真意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养好元神，愿你接通元神能量，无限激发人体潜能，开启智慧与健康的新篇章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